在康本的德国村。对，德国村。这个周末有3天的连假，想说就到 Ohio 的首都来看看。19世纪初，德国移民开始在哥伦布南部定居。到了1800年代中期，讲德语的居民占了哥伦布人口近1/3。德国村很快就成为繁华的活动中心，创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。然而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各地反德情绪高涨，曾经繁荣的社区面临经济困难。大萧条和第2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了衰退。到了20世纪中叶，德国村已年久失修，许多历史建筑被遗弃或状况不佳。1960年，在一群认识到社区历史和建筑价值的热心居民带领之下，德国村成为历史保护和社区复原力的美丽典范。以其保存完好的19世纪建筑、绿意盎然的花园和强烈的社区意识而闻名，是当地人和游客的热门目的地。The Book Loft 是全国最大的独立书店之一，位于一栋内战前的建筑内，拥有32个装满书籍的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主题，从小说和非小说到儿童书籍和稀有物品，舒适迷宫般的氛围，非常适合书籍爱好者。虽然是一个书店，但是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，竟然要排队才能进来。而且这个书店有32个房间，进去的时候我可能需要一张地图，要不然我可能会迷路。迅速的带大家绕一下这个书店。这个书店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房间和满满的书籍。如果没有地图的话，没有方向感，我应该真的会迷路。很像台北车站附近老旧、充满历史感的小书店，只是全部都是英文书。后来我们有买了几本书回来，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我是谁？现在在哪？真的需要一张地图。这些可爱的仙女们被认为是通往仙境的门户，为日常生活环境增添有趣的装饰。North Market 吸引了许多当地人和游客，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商品，从新鲜农产品、肉类、海鲜、烘焙食品和手工产品等等各种商品。才要在这个 market 解决。你选意大利面，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寿司、咖喱面、意大利面。1号比较甜，3号跟5号是咸的，可能美国人比较喜欢有几柠檬。Really? Yeah. I was. 比较咸，我喜欢1号跟3号。对，难得有吃到的。因为这比我在 Nobel 吃到的。是啊。对啊，它吃起来没有味道，是比较大，但没什么味道。原来太平洋的生蚝比较甜，大西洋的生蚝比较偏咸，跟一些矿物味。吃完生蚝和龙虾汤后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我们发现有波兰料理，它的巨无霸高丽菜卷真的好吸引我，还有中东料理。卖酒的
的小店，还有一间专卖 cheese 的小铺。这间的德国蝴蝶卷好吃，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高丽菜卷，然后这个饺子叫做 burrata， 很好喝，非常清爽。赞，试试看。是高丽菜。这个好像我妈煮的那个满满的 cheese 的饺子。哦。Ohio， 我们要来参观 Ohio State House， 竟然是免费可以进来参观呢。对啊。听说很气派豪华。对啊，进去里面看看。Ohio 议会大厦是 Ohio 议会所在地，也是州长、副州长、财务主管和审计长的办公室。这座希腊复兴风格的建筑于1861年完工，外观看起来美丽雄伟，是美国人在使用的最古老的州议会大厦之一，可以开放给游客自行进来参观。当然，里面的办公室还有议会门是锁起来的。建筑里面的装潢和挑高圆顶的设计，跟台湾的传统办公大楼真的很不一样。因为美丽的装潢也吸引了很多人进来拍照，刚好就遇到一组新人正在拍摄照片。逛完 State House 之后，在走回车子的路上，发现这个社区公寓式建筑围绕着欧风花园和喷泉，好像坐在这个喷泉旁边发呆，晒着太阳，也觉得很浪漫。晚餐来到了一间好吃的拉面店，汤头不会很咸，味道很正宗。好久没有吃章鱼烧喽！日式章鱼烧浓浓的酱烧味，觉得好幸福。今天又来探索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啦，不过那个国家公园的面法我回去可能要查一下。它是位于 Ohio 唯一的州内唯一的一个国家公园，不过公平来说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国家公园，但是走起没有什么来特色，还是蛮有趣的。目前走起来觉得蛮有趣，也蛮舒服的，而且我觉得景观很像台湾，因为它就蛮潮湿的，到处都是长满青苔跟蕨类。有人要挑战极窄的步道，会不会卡住呢？Cuyahoga Valley National Park 是一个美丽的自然绿洲，提供了多样的景观和活动。公园面积超过33000英亩，公园内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，游客可以享受多种户外活动，全年免费开放。公园内有多条健行步道，呼吸森林的芬多精，是个轻松惬意散步放松的好地方。每次到了一个国家公园，是不是就要去收集这个国家公园的磁铁？对呀，没错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这个游客中心，然后去游客中心看看有什么好看的磁铁。没错。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游客中心有多么朴实无华。哪个好看？你喜欢哪个？这个游客中心大概是我看过最迷你的游客中心，不过他们的设计我觉得都蛮厉害的。国家公园的设计都蛮厉害的，我觉得他们的杯子跟瓷瓶都蛮可爱的。真的是一间很朴实无华的游客中心，跟这边的人一样，跟这边的生活一样。
样还是会。这个国家公园没有什么大山大景，就是走小家碧玉、舒服温暖的感觉喽。刚刚发现有人在划船，还有 SUP， 原来这里有一条河可以玩水上活动，下次好像也可以来试试看呢。一路这样往下滑，好像要玩哦。快哦快哦，哇！赞哦赞哦！来看看这间国家公园的地标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瀑布哦。到了，但是人也超级多啊！哪里？有人走下去了。这个国家公园的标志性景点叫 Brandywine Falls， 是一个65英尺高的瀑布，是公园中最受欢迎的拍摄地点之一。但是在我心目中，还是觉得花莲的瀑布第1名。对耶，而且分量也很大。它的小菜竟然还有烘蛋呢！一定要来推荐一下这间韩国餐厅，因为它的小菜分量大，还可以续，而且它的小菜有包含烘蛋，光是这一点就大胜。我们点了牛骨汤和拌饭，也都很好吃。怎么样？它是完全没有味道。对啊。自己家的它。我就光听到这个石锅啪呲啪呲的声音就令人食指大动。牛骨汤后的白饭吃得到饭香味，口齿留香。我们直接暴风完食。我们现在在野生动物园，就是可以开车进来，然后都不用下来走，就可以在车上喂动物，取得饲料跟青菜。African Safari Wildlife Park 最受欢迎的体验就是可以开车通过园区，近距离观赏各种自由活动的动物。游客可以从车内喂食一些动物，是一个非常有趣、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的机会。大群的羊驼、牛还有鹿已经在园区内准备好，一看到车辆进来，就会马上把车子包围，争先恐后的把头伸进来要食物。我最喜欢大角牛，原来牛魔王的原型灵感就是它。羊驼的正面永远都是这么逗趣可爱，还有公鹿头上顶的鹿角，线条优雅美丽，真的是大自然美丽的创作。过来讨吃的。CP 值很高的一间餐厅，可以吃得到海鲜，价格又不贵，大排场。这个在湖边可以看湖景，吃的还好吃。真的是只有面包加鱼片呢。看起来到了附近的一间酒庄品酒，它这个酒都倒好多。我们点的都是他们当地自己产的酒，就是 Firelands， 不是一个 cheese plate， 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还多。我的天哪，也太多了！你看这个饼干跟 cheese， 这样子7块。这个 fly 是12块，可以点4杯。去辛辛那提之前，再来吃一下日本料理。它的天妇罗真的只有2只虾，没有其他的蔬菜，有够好笑。但是它的面好大一坨，它的面可能可以2个人吃。哇，你的 dinner special 看起来很赞呢。有生鱼片，看这旁边是什么？花枝丸。哇，竟然还有花枝丸耶！然后烤的鲑鱼，还有天妇。这个周末我们安排了4天去 Columbus 走一走。那它那附近有一间 Outlet 叫 Tanger，
Tanger 它是距离 Columbus 比较近，那如果从我们这边开车过去要差不多快2个小时才会到。那因为我们刚好就在 Columbus 的，所以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去那边看一看，跟我们家附近旁边这间有什么不一样。我发现那间的品项比较多，折扣也比较大，逛起来比较爽。因为我们家旁边这间 Outlet 就是蛮小的，品项也不多，而且人非常的少，就觉得这间 Outlet 好像随时随地都要倒了。这一次其实那间 Tanger Outlet 我觉得就是它有一间店是 Premier Outlet 没有的，就是 Hollister 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牌子，因为它就是海边风嘛，它衣服都是舒适有型的。我有买到了这件小碎花的衣服，这件配牛仔裤就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它的小碎花我觉得是非常可爱的小碎花，不会是那种老阿嬷手的那种小碎花，而且它的材质非常的软，后面它有一个清仓。我发现了这件衣服，然后打完折下来，好像这件才10块钱而已。我还买了这件 Tiffany 水蓝色的 T 恤，这件 T 恤其实是男生的，然后我买它最小号，剩最后一件，打完折下来才6块钱，超划算。而且它的质料是比较厚的，家里面当睡衣穿，或是搭一件短裤，感觉也很好看。就是觉得它这个颜色非常好看，我非常喜欢。American Eagle 也发现了这件。牛仔背心，其实我以前没有穿过牛仔背心，但是我这次发现它这个牛仔背心穿起来非常好看，因为它有型，然后又可以修饰手臂，还15块钱。这个好像我也是在它的后面清仓的地方发现的，也是剩最后一件。我们除了去逛 Outlet 之外，其实这边有非常多折扣店，像说 TJ Maxx 啊、Marshall 啊。那些折扣店，它卖东西也不是随便的地摊货，也都是有品牌的。但就是因为它是过季品到那边它都会有折扣。因为这边的太阳很大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白天一定都要随身携带太阳眼镜，要不然这个太阳真的是大到都睁不开来。这次就有发现到这副太阳眼镜是 Tommy 的，我喜欢买这种就是有一点猫眼的形状的，我觉得比较修饰我的脸型，看起来也比较时髦一点点。我来美国之后，其实默默的买了很多顶鸭舌帽，就是不同颜色的鸭舌帽拿来配衣服，因为我觉得太阳实在是太大了，光太阳眼镜还不够，可能还需要一顶鸭舌帽才能挡太阳。扣店买了这2顶帽子，这一顶它是运动用，比较透气的材质，这2顶帽子都才13块而已，然后都是艾迪达的，而且戴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我有一个运动用的帽子，它是粉紫色，但我觉得就是这顶白色的帽子，就是有时候可以拿来搭配衣服。那如果有时候不是去运动的话，穿比较休闲一点也是可以戴。这顶帽子呢，它就是比较牛仔材质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卡其色，不是那种老松有点土气的卡其色。我觉得戴上去也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它也是非常修饰头型。这几个东西就是在这次行程之中发现的战利品哦，所以我的帽子又多了2顶。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。